这一个的历史呢，比胡夫金字塔还要更久远的，这里面很深很深。那么这里边呢有30米深的。好，接下来又要迎接暴晒了。云游四海，旅途寻梦家，带你游遍山川湖海。大家好，我是阿龙。那现在呢，我和 Safi 是来到了阶梯金字塔这里了。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解开金字塔最大的谜团，到底是不是外星人所建造的？因为阶梯金字塔，它是埃及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金字塔。待会我们进去呢，可以了解到更多。其实它周围是有很大一部分所组成的，包括这个大门，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哇，进来到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很难想象他们在古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如此高超的这个加工的工艺了，因为我摸上去就感觉特别的光滑。这条走廊很长啊，我们继续往前走着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就前往这个阶梯金字塔吧。这个阶梯金字塔呢，也被称作左塞尔金字塔，它是有6层的，6层这个原本的叫做 mastaba，right？ 6 mastabas. Yes， 它是由6层这个 mastaba 所组成的。mastaba 其实它就是原来他们古埃及人的坟墓，就是像是一个石板桌类型的。这个呢，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阶梯金字塔它是一层一层加盖起来，其实就是他们改良了这个这个坟墓的建造形式，由1层 mastaba 建成了6层 mastaba， 所以这个呢就是最初金字塔的形状了，历史意义上的第一座金字塔。在金字塔的旁边呢，这一大片空旷的广场啊，其实就是法老跟这个公牛进行一场竞技赛，以证明呢他有强迫的体力，还有呢有能力去统治整个国家。这个左塞尔金字塔呢，它是胡夫的爷爷左塞尔所修建的，是由他的宰相印和田承担这个设计师给他设计并且建造的。OK， 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左塞尔金字塔这里了。那左塞尔呢，他其实就是胡夫的爷爷，所以说这个的历史呢，比胡夫金字塔还要更久远的。有6层 mastaba， 就是一层一层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走进来过来看一下。相比于胡夫金字塔呢，它的石块你看很明显就是比较小的，然后它的高度呢是达到了100多米。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历史上第一座金字塔。这里就是原来金字塔的入口了，但是现在好像不从这里进去。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个样子的。那么现在我就进来了这个阶梯金字塔了，你看我都可以完全站直了，这里面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继续往里面走啊，这里面很深很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走进去看一下。Let's go。这个通道还是挺漂亮的，老实说。这里面真的比那个胡夫金字塔好多了，因为很凉爽，里边也不闷热，而且呢空间特别的大。这就是他们的第一座金字塔底下的一个内部结构了。哦，已经到了。哦，这里不能往前走了。那么这里边呢有30米深的，大家看到了吗？下不去的。最底下这里呢就是他们原来发现的东西，没有石棺，也没有木乃伊，就这么一个东西在底下。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法老的木乃伊到哪里去。这里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那个入口，地道的入口，从这里下来的，一直往下，很深很深。然后上边呢还有这是黎巴嫩过来的，只有黎巴嫩才产这么一种木材，所以说在4、5千年前，他们已经跟黎巴嫩有过接触了。上面很多这种木头，旁边的墙体上面还有这些凹进去的地方啊，这些呢就是以前他们建造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所搭建的一些痕迹在里边，就他们如何把这个石材运到那么深的地底下去，30米深了，这些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建造痕迹了。这个阶梯金字塔呢，它其实对于古埃及的影响是十分的大的，因为它是第一个金字塔，社会影响力十分的深。因为以前是没有人建造过类似于这样子的金字塔，所以说左塞尔金字塔建造之后呢，后面的胡夫金字塔、第4王朝、第5王朝，他们都是模仿了这个金字塔来去建设他们自己的坟墓的。这个阶梯金字塔的建造，因为它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还有财力的支持，才可以建造起来的。所以说它是古埃及王朝一个国力的象征。也因为这个金字塔，我们才可以了解到，其实金字塔真的是古埃及人所建造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最著名的吉萨那3座金字塔的原型，后面就是建的比较平滑了，就不是这样子的阶梯的形状。
也说明了后代的法老在这个基础上对金字塔进行所改进的。他又要喂狗狗了，他带着这个食物给这里的狗狗吃了好多。Is it good? Oh. 他说我们要坐这个骆驼去那个地下城。OK，let's go。这小狗狗还等着吃的。OK，let's go。Stay here。OK。1 minute。嗯哼。好，接下来又要迎接暴晒了。我操！接下来我们要坐骆驼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地下城，也可以说是地下坟墓。在那里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未解之谜。大家跟着我和骆驼们一起去看一下吧。骆驼，骆驼。我是真的不知道今天要暴晒的，所以呢也没有带到长袖。因为 Safi 说那个地下墓穴很值得去看一下，因为太多谜题了。本来今天我并没有计划前往地下墓穴的，可是 Safi 他不停地给我安利，他说那里的地下墓穴真的很少有人知道，你来都来了，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最后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2个人坐在骆驼上晃悠晃悠，心里面的那种好奇心就像是《盗墓迷城》里面为了寻找到法老的宝藏不顾一切前往死亡之城哈姆纳塔的人一样，往前冲就对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盗墓迷城》AKA 木乃伊，就赶紧补上吧。里面的大祭司硬和田，他就是今天所提到的阶梯金字塔的设计师了。很可惜的就是在这边没有马车，要是坐马车就不用晒了。真的感觉很像是盗墓迷城呢。现在我 Safi 坐着2条骆驼，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大荒漠、大沙漠里边。终于到了，就在这里下骆驼。那么这个地下墓穴呢，其实还有很多谜题没有解开的。据说他们建造这里呢，是为了葬这个阿匹斯的公牛。牛在古埃及的信仰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存在，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力的古埃及，这应该不会很难理解。而与牛有关的神，最主要的莫过于神牛阿匹斯。神牛死了之后，不能随便处置的，要小心的制作成木乃伊，并且安置在墓穴里边。所以说他们建造来埋藏他的这个公牛的木乃伊。但是谜题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没有人类的木乃伊，也没有公牛的木乃伊，但是留下了十分巨大的石棺在里面。进去看一下。那我们进来之后呢，就看到门口这里就有个很巨大的石棺，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身材跟它的大小。就这个石棺上面这个盒盖啊，石棺盖就已经超过30吨的重量了。所以说第二个谜题就是他们是如何把这么巨大的石棺搬到这里来盖上。而且他们这个石棺所使用的并不是石灰石，而是更坚硬的花岗岩。那又是为什么要使用更坚硬的花岗岩呢？这是第3个问题了。很深的一个隧道，至今呢还没有去挖掘的。那我们刚刚进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大，整个地下墓穴呢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然后呢有很多具这样子的石棺，准确的数字是24具。所以呢每一副石棺它都超过30吨，就是这个盖子就已经超过30吨了。连同整个下部分合起来的话，可能有超过60吨的重量。那如此重的一个花岗岩所制作的石棺，为什么是用来放在这么深的一个地底下？往前延伸大概有4、5米，真的很大块。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大块的石块。那这通道很深，你看，延伸到里面去的。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坚硬的花岗岩呢？其实他们可以用质地较软一点的石灰石都可以的。去做这个石棺，那么大的一个石棺，他们到底用来埋葬什么东西呢？好让人好奇啊！原来说是葬公牛，但是里面也没有公牛的木乃伊。那么呢，也不是葬法老，因为法老的木乃伊也不在这里。那么大的石棺到底是有什么用处？在这些地下墓穴里边，
因为里面是空无一物的，什么都没有。他们造来到底是用来干嘛，也没有人知道。像这个石棺呢，就是被炸弹给炸开来的，有很大一个口子，因为那个盖子石盖子实在是太重太厚了，他们挪不动。据说这里面是有24具的这个石棺，但是呢，沙比说前面还一直在挖，还一直有，所以说它的数量是超过24的。哇，地下真的是跟迷宫一样，你看这里面拐进去还有一条通道，就是通道哪里都是。这墙上很多这些石孔，那这些石孔呢，应该就是他们搬这些石棺所遗留下来的，就建筑的痕迹。关于这个地下墓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在通道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石棺，那他那个石棺为什么会在通道里边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任国王他想把这个石棺给挪出去，挪到地面上去，但是因为太重了，实在挪不动，所以说挪到一半就把它放在这里了，以至于现在呢，它是挡住了整个通道的。即使是放到现代的人来说，也很难去移动这个石棺的，因为你看我高都没有它高，就这么厚，这么厚一块石棺。我们看一下有多长吧，走进去看一下。走过来大概有4、5米那么长，高的话大概就是1.7米、1.8米了。这个空的位置呢，就刚刚石棺移动所空出来的。怎么弄的啊？到底？不可能吧？这是几十吨重的这个石材耶，好多好多啊，每一具都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下去这个石棺这里看一下，走。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有多高、有多重、有多大这个石棺。你看，我整个人都没有这个石棺它所建造的那么高。它整个石棺呢，上面这个盖啊，盒盖是超过了30吨重的。巨型的花岗岩所建造而成，是一整块花岗岩，所以说我站在这里，我是感到很巨大的一个压迫感在里边。原先我看了那个阶梯金字塔，我就破除了外星人建造了这个金字塔的一个猜想，结果来到这个地下墓穴，我发现，在没有外星人的帮助之下，真的有可能靠人力去完成这些石棺的建造以及搬运的吗？我现在又有点疑惑了，真的。可以看到这石棺里边呢，还是有一些雕刻在里边的。哇塞，哇，这里还有一个神秘的洞穴啊，他们还在挖，这个通道他们还在挖，说不定里面还有更多。然后我们走到石棺的背面，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很多很多这个象形文字的，但是呢，我读不懂。我看得到上面有鹅，有这个有鸟，有树，然后有这个。一个锅碗瓢盆在里边，这是他们生活起居所用的东西。然后这下面呢有一个很巨大的凹陷的地方，应该是他们制作石块的时候没有制作好，然后呢就这样子的一个凹陷了。我强烈推荐，如果大家对于埃及古历史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这个地下城、地下墓穴这些石棺，真的太震撼了。我觉得比金字塔还要震撼。你说金字塔嘛，它到小块一点还可以，就是合力把它给搬上去，对吧？那么高的地方，但是这里的石棺那么大，他们甚至要用炸药才能把它给炸开那个口子，到底是怎么制作而成，然后是怎么放下来的？这个石棺是最特别的，因为它没有盖，没有那个石盖，可能是没有制作完成吧。你看上面也是有这个象形文字的。离开这个地下墓穴了，前往另外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就是慢悠慢悠的坐着骆驼往回走了。前面呢就是刚刚所看的阶梯金字塔。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晒得够够的，后面呢我要买一条防晒的袖子，看看能不能买得到。哇，来到这里好多狗子啊，它可以喂这些狗子吃东西了，而且它们这里有水喝，挺好的，在沙漠里面都有水喝。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卡格米的马斯塔巴。卡格米它是旧王朝时代的第6王朝大臣，而这里呢就是它的石墓了。
这个墓室虽然只有2个房间，但是内容相当的丰富。内墙上保存着非常优美的壁画和浮雕，它描绘了古埃及人磨碎谷物、捕鱼打猎、造船航行这些日常的生活情景。虽然几千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墙上的色彩依然鲜艳，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栩栩如生哎，刻了这个牛，很多头在一起。然后这个是4300年前的，可以想象吗？4300年前，他们就已经在石壁上可以刻出这么精妙绝伦的画了。大家看这个墙上还有他们跳舞的那种刻画，哇塞，他们以前在这里拍手掌跳舞，应该是某种庆祝仪式吧。这个就是4300年前的那个原本的样貌了，就它有颜色在里边了，它是红色的，看到没有？而且他们就这样子直接暴露在这些游客里边，甚至我都可以用手去摸。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往下走，这是其中的一个金字塔。哇，这么深，底下应该是有20-30米深吧。再走这么一个30米长的小通道，弯腰走。这里应该就是法老的墓室了。哇，这个墙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象形文字，刻满了。然后大家看仔细一点，这个象形文字就是那个弟弟的名字了。这上面的石块大家看到了吗？还有星星的图案。这个星星的图案呢，代表的就是天空了，它可以在这里仰望天穹。然后这个石棺呢，就是国王的棺椁，很可惜的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现。给大家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是看不见的，因为太高了。这个金字塔呢是建在胡夫金字塔，就是第4王朝他们之后，比那个胡夫金字塔里面要大很多，而且呢就是进来会比较容易。大家都看到这个石壁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然后包括头顶这里也是有一个星星的图案。很可惜的就是这个铁底的金字塔已经变成这样子一个模样了，废墟了。因为在这之后，在它建成之后，很多人都来这里盗取它的石块，去建造房子，去建屋子，所以呢就损毁的特别严重。可能很多人很好奇啊，为什么他们不把金字塔建成像胡夫金字塔那么大，就不会被人把这个石块给搬走了？那是因为，其实胡夫金字塔那3个金字塔呢，他们是在鼎盛的时期所建造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字塔时期。在那之后呢，他们国力就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再也没有这样子的国力、物力和人力去建造如此大型的金字塔，所以呢，他们只能建造这些比较小型的。在下一集，我会带大家去到非洲最大的骆驼交易市场，这里的骆驼都是从哪里来的？埃及的商人又是怎么买卖的呢？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揭晓吧。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